这篇文案内容主体4769字，本来是不想发的啊，怕你们说我立场有问题，但想来想去还是发吧。我能确定的是我的立场足够客观，但是掺杂上观众老爷们的主观定见，可能就不一定了。既然想不通，那就不想了，一切交给观众老爷们判断吧。我们村有一个养猪大户，他告诉我，要想猪长得壮，就不能让猪感觉到太多的压力，但同时也不能让猪过多接触外界的美好，要不然猪就会变得很野，不听话。不好意思跑题了。这篇内容很长，整体来说可以分为2个篇章，一篇为物质，一篇为精神。我嫌麻烦，干脆就放在一起发了。有人告诉我，和美国友好的国家，人民生活水平都很好。韩国和美国友好吧？上一期我说的韩国普通人的生活现状，打脸不？这一期该日本了，我也不在那磨磨唧唧，还得替有些人吹一波，浪费时间。日本国防之类的就不说了，说了也没意义。咱们直接点，就从民生入手。日本普通人的一生，简单来说可以概括成6个字：没压力，没希望。我这人看问题的视角很奇怪，别人都喜欢从外往里看，先看结果，再看过程。我就喜欢从里往外看，任你答案写的天花乱坠，没有用。在我的认知里，结果是固定的，过程是变化的。以结果为导向，太容易掺杂个人主观意识，得出的过程往往也不见得就是事情的真相。如果我以结果为导向，日本自杀率居高不下，年轻人躺平，社会少子化、老龄化，那我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大家又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会不会不自觉地结合自身处境，得出一个日本竞争压力大、社会内卷、年轻人毫无退路，干脆自我封闭的结论？否则，日本年轻人为什么都被称之为社畜？日本老年人明明都7老80了，为什么还要上班？但这个结论正确吗？并不正确。你看这个结论跟我总结的那6个字能对上的有几个字？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日本跟韩国一样，粮食自给率都不高，不过相对韩国而言，日本还是要稍微高一点点。截止2017年，粮食自给率能到38%左右，同样没啥退路。大多数日本人唯一的选择就是进入职场。这里要提前说明一点没退路不代表有压力。粮食自给率这个东西吧，平常大家基本是感受不到的，多数压力都是由国家在承担。对于个人而言，顶多就是压倒城墙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一点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分清楚。那么现在摆在面前的其实就一个问题：如果没压力，日本年轻人为什么会被称之为社畜？老年人为什么还要上班？社会又怎么可能会出现少子化、老龄化的现象？明显就跟正常的逻辑对不上呀。那是不是说，其实日本民生还是有压力的，而且压力还不小，只不过我们看不见？ Nice。为了验证这个问题，我还查了不少的资料，结果最后的结论直接就让我破防了。先说教育，跟天天补课、晚上12点睡觉都算是早睡的韩国小学生相比日本的小学生那才真是小学生该有的模样。小学6年，初中3年，义务教育阶段，学费、教材费全免，住在哪里就在哪里上学，就近选择公立学校就读，而且这个就近真的就很近近到小孩子完全可以做到徒步上学，无需父母接送。基本上动漫是啥样就啥样，小学生需要支付的也就是餐费以及一些课外活动的费用谈不上什么压力。高中阶段也大差不差，虽然加入了学分制，必须修满学分才能毕业，一般是80学分。不过也基本没啥难度，尤其是高考，这是最让我破防的日本人考大学真的不要太容易了，一来全国统一录取，没有分区划线这么一说；二来录取率高，分专业不同，最低也在25%以上再加上日本社会少子化的问题，这个录取率短期内应该不会产生太大变化，甚至还可能变得更高。Oh God, please no, no！ 这里我要再声明一下，为了防止有人故意抠字眼说我站不起来，也是为了预防有人趁机炒话题，想要吐槽我们的高考为什么不选择统一录取，而是要选择分区划线。对于这些朋友，请务必先去了解一下明洪武年间的南北榜案，时间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洪武30年，也就是1397年，然后再去了解一下洪熙年间正式颁布推行的南北卷制度。等这些都了解清楚了，再考虑要不要吐槽我们的分区划线。如果到时候你还是想吐槽，或者就单纯的想考核一下我的古代史知识储备，随时欢迎。回归主题，综合来说，日本人在受教育阶段确实没什么压力。既然没压力，也就谈不上竞争，更谈不上内卷。那么职场呢？日本社畜这个词可是有年头了呀。我们先来看看日本的人口分布截止2021年，日本总人口1.26亿，东京市1396万，常住人口数量遥遥领先其他的基本就是东京的零头，100万到300多万不等。要是按照都市圈算的话，东京都市圈作为世界第1大都市圈，常住人口4000万左右，总面积13557平方公里，相比承载了韩国1半人口的首尔都市圈，总面积也就大了不到2000平方公里却多了足足1500万人，
首尔职场卷成啥样了，大家都清楚呀。要说东京都市圈没有就业压力，那指定不可能。唯一的优势或许就是日本还有关西都市圈以及名古屋都市圈可以作为备选。可是就在我信誓旦旦的到处翻资料，想要寻找日本年轻人就业压力证据的时候，现实又一次让我破防了。日本年轻人的就业真的不要太轻松。截至2019年，日本应届大学生就业率97.6%，倒不是说这些大学生都进了那些巨头企业，而是因为日本的市场体制并不像韩国那样的寡头经济，各种中小企业反而占据了相当一大部分的比重。大概意思就是某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小企业，外面看上去可能其貌不扬，甚至有点简陋，但是在某一个细分领域，人家就能做到世界领先，就这么个意思。职场制度更是普遍采用终身雇佣制，加班按分钟计算，各项福利待遇也相对完善。截至2019年，日本工薪阶层平均薪资大概是30万日元左右，各行各业也不存在太大差距。直白来说，就算是洗碗也能赚到做白领的薪资。而且因为终身雇佣制的关系，薪资水平也相对稳定。再加上日本社会少子化问题，可以想象现在的日本职场其实是一个劳动力不足的状态。那么日本老年人七老八十还得上班的情况就很好解释了，劳动力不足，社会又老龄化，养老金体系肯定好不到哪里去。这时候想退休，那就得考虑退休后怎么生活的问题了。以日本的自给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惬意的生活，基本就别指望了。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上班或者打零工。要说唯一能让我觉得日本普通人多少会有点压力的，可能就是物价了。日本物价很贵，去除那些偶发的贵到离谱的东西，其他的把我们这边的物价翻3倍差不多了。以日本工薪阶层的薪资水平，倒也不是不能接受。注意，是物价，不是房价。日本是经过房价暴跌的时代了。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为了自救，没办法选择了经济硬着陆主动刺破了房地产的泡沫，结果就是各种资金链断裂，银行坏账堆积，连带着日本股市崩盘，直接就让日本经济倒退了20年。所以对于房地产投资这块，日本普通人向来都是十分理性的，早早的就进入了买房市场。可以说，除了东京、大阪这些市中心以外，日本的房价还是相对稳定的，并不会太离谱。基本上只要拥有一份正式工作，就不存在买不起房的问题。就拿东京都市圈来举例吧，截至2021年底，相比前几年，东京都市圈内新建公寓的价格其实是涨了不少的，每户均价6360万日元，甚至比上世纪泡沫经济时期还要贵一点。然后大家算吧，就拿平均30万日元月薪来算，不吃不喝18年左右，这样的压力算大吗？说真的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已经分不清我到底是来无脑吹水的，还是来搜集资料来反驳别人观点的。资料所提供的数据跟我的认知完全不一样。最起码在物质层面上，不说日本主权、国防之类的乱七八糟的，单就日本普通人而言，真就让我看到了一个发达国家该有的模样。我信你个鬼！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除去日本目前的28.7%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受老龄化社会影响，或许还有一点生存压力，其他的日本普通人小日子还真就过得不错只要上班，基本就不会存在什么压力。倒不是说我找不到吐槽点真想吐槽，一个日本女权就足以让他哑口无言。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想要提升自己，首先要学会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前面的内容整体来说可以总结为物质层面，我接下来要说的就是精神层面。日本年轻人恋爱、婚姻之类的内容我不想说，大家平常在女权内容里边肯定也都看到过不少，基本也就是那样。女孩婚后多数都想做家庭主妇，由男孩负责养家糊口。相比单身阶段，生活质量垂直下降肯定是跑不了的。而且日本的婚姻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保护女性，这也是日本年轻人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物质层面压力确实不大，精神压力却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大得多。而且作为婚姻的选择，日本女孩往往会在学历和年收这些硬性指标上面再次给男性施加不少的精神压力。不过这些都不是我要说的重点，咱们回归主题，这也是我在琢磨日本职场那个终身雇佣制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有句话说得好呀，万物有阴阳，凡事有利弊。终身雇佣的好处是稳定，职场年轻人会有不低的试错成本，但是终身雇佣的缺点首当其冲，更新迭代会很慢，活力不足。简单来说，就是日本年轻人在职场的上升通道会很窄。要是想要升职，有且只有2个选择，要么自身特别优秀，比如学历，或者会一些别人不会的技能。要么就是熬资历，拼健康，看谁撑得久。虽然当下的日本社会少子化，劳动力不足，可日本同时还有一个老龄化问题在影响，老年人退休时间无法保证，或者干脆点，养老体系太拉胯，不敢退休。退休了，生活就没办法保障，这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老年人不退休，年轻人就上不去，年轻人上不去，就不敢随随便便的恋爱结婚，要不然婚后的生活质量就没办法保证。再加上女权问题折腾的厉害，更不敢结婚了。年轻人不结婚，哪来的孩子呀？虽然日本内卷的情况并不严重，表面看上去甚至都没什么压力，可是这种一眼就能看到头，每天就是不断的重复再重复，不重复就连生存可能都没办法保证的生活，给日本年轻人所带来的精神压力，
真不见得就比内卷低。现在大家知道日本年轻人为啥会被称之为社畜了吧？你以为是因为加班吗？错了，日本对于加班是有严格规定的，正常来说是每月上限45个小时，一年360个小时，超出就得走流程，很麻烦的流程。而且当下的日本是一个低欲望社会，一个比一个佛系，企业需求不足，不裁员就不错了，哪来的加班需求呀？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都是一些极个别的小公司，或者干脆就是信息造假、博眼球的啊。之所以被称之为社畜，主要还是因为日本年轻人在职场往往看不到希望，个顶个都感觉自己就是那养殖场里边的猪，按照别人预定好的路线在走啊，凡事不能自主，天天在梦想和现实里边挣扎。然后你就发现日本的动漫行业越来越火爆，尤其是热血类或者治愈类的动漫，他们需要发泄，需要在虚拟的世界里边寻找精神的寄托。有人说日本这是得了文明病，其实哪来什么文明病啊？难道日本进入低欲望社会就代表日本普通人就没有欲望了吗？怎么可能啊？那是被白头鹰割韭菜给割怕了。上世纪80年代日本富裕的时候，那真是买天买地买空气，不远处就是大海，非要耗巨资造一个室内海滩，没别的意思，就是富的没地方花。然后呢，被白头鹰做空，经济大衰退，陷入信任危机。日本普通人就这么莫名其妙的从之前的穷奢极侈进入了另外一个极端，拼命储蓄，不消费又哪来的欲望啊？这就是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日本的民生现状物质上没压力，却也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上升通道狭窄，再加上女权、老龄化、少子化等问题的影响，社会主体缺乏活力。年轻人普遍精神内耗严重，想要打破僵局，我个人的观点，单纯的靠内部调整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了，已经进入了一个死循环。还是得从外部着手，首先得想办法摆脱低欲望社会的束缚，重建社会信任体系，给市场注入活力。市场有了活力，年轻人就算在职场看不到希望，难道就不能外出创业吗？日本又不像韩国那样的玩寡头经济，中小企业在市场占有相当的比重啊，创业潜力绝对不会低。年轻人站起来了，还用担心少子化的问题吗？别说什么女权，我从来不觉得极端女权会是什么大问题。日本的少子化问题也绝对不是一个女权问题就能造就的，它还没有那么大的体量，里面掺杂的历史因素太多了。少子化问题一解决，老龄化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老龄化问题解决了，日本养老体系拉胯的问题还是问题吗？老年人老有所依，该退休退休，该吃吃该喝喝，年轻人的职场上升渠道不就宽了吗？原来看不到的希望可不就来了吗？不过主要问题还是怎么摆脱低欲望社会。日本进入低欲望社会的根在于被白头鹰割韭菜割得太狠，偏偏现在不论是国防还是经济，命脉都卡在人家的手里啊！这又是一个大坑，一个比少子化、老龄化问题还要深的大泥潭。我是大木，我们下期再会。